你回来了！我想你了嘛，就想跑来你家楼下看看。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。怎么样？这段时间很辛苦吧？我得想想做点什么，才能好好犒赏你。你不在的这阵子，我每天都会到你家楼下来。晨跑的时候，外出调查的时候，接到附近委托案件的时候，我总会不自觉的来到你家附近看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可能就是想让自己安心一点吧。不是的，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。我只是想到，我不在的那段时间，你的心情可能也跟我现在一样，我就忍不住有点心疼。一想到你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而努力，我就觉得这些负面情绪不是那么重要。我不会说什么不许你再离开这样的话，因为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，坚韧、认真、认定的事绝不放弃的你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不管你以后再去哪里，不管去多久，回来的时候我都会在这里。欢迎回来。你回来了？不，我只是想留下来整理些资料。这段时间你不在，我回去以后一个人也没什么事，所以我是说，这段时间你一定很累了，不先回家休息一下吗？像这样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时光，确实很久很久没有过了。你在外训练的日子还好吗？我也很好。刚看到你的留言时，我也不是不担心，我甚至还想去问翟鑫，为什么会答应让你一个人去参加这么久的集训？我还担心你过得好不好，集训时会不会疲惫，有没有生病，还有……担心你会不会遇到危险的情况。是不是很可笑？我竟然会产生这些不切实际又不理性的情绪。我从没怀疑过你的能力，我知道你很优秀，就算一个人也能处理很多事。可是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希望我能在你身边。这种情绪，或许就叫做思念吧。欢迎你回来，我很想你。
你回来了。我在等你。不知为何，你离开的这段日子，这座花园好像特别安静。风声、花落、鸟鸣，所有我熟悉的声音都消失了。这样的生活虽然安静，却又有些过分寂寞。但就在刚才，我好像又听到鸟儿的鸣叫声，它们似乎在催促着我，要我打开房门。于是，我见到了你。回来就好。你听到了吗？还有呢？还有，它跳动的频率在说，它还想你，能再一次见到你，它很开心。先别说话，许久未见，他还有很多话想说给你听。你愿意听吗？姐姐，你回来了。啊，不是幻觉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在想你。有时候手机响了，还以为是你传来的讯息，只可惜每一次都不是你。不过幸好，现在你回来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集训是不是很辛苦？我刚才抱着你，觉得你瘦了。脸色好像也不太好，是不是那里的餐点不好吃？你等一下，我先请人准备午餐。那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吧，我会陪着你的。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不会有别人来打扰。你可以随心所欲的睡到任何时候。下次不要再离开这么久了，姐姐，我真的会很想你。